我们现在都知道，无人机相当重要，而我们台湾现在要变成无人机岛了吗？我们知道国军要在明年的时候要买将近5万架的无人机，没想到今天连台积电也加入了，台积电要当一个领头羊，他说我要组一个无人机队。没错，所以台积电呢不只会变成经济上的护国神山，它本来就是了，它现在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护国神山。为什么？因为当他说我现在打算呢要打造无人机队，而这个无人机队呢，它台积电要做什么用呢？包括它的场军的巡视，包括它的交通的疏导，包括它的安检，以及包括它的防灾。等于说，它要把无人机这样的概念跟项目实际的运用在它美国 Arizona 的厂，而在它这个领头羊的带动状况之下，你看。而连我们的国军未来都要打造，我们讲引进47500台的无人机，而这时候大家都不禁想到，包括海龙蛙兵，以及包括我们国军这样的政策，等于是什么？要把所有的陆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甚至是我们的陆军部队，全数的无人机化。所以可怕在这边嘛。首先，你看为什么无人机现在变得这么重要？因为理由很简单，到目前为止，乌俄战场无人机呢是所谓的第一个滥觞，也大发异彩。大家还记得吗？最近俄罗斯呢也是同样发射了440架无人机，对谁？对基辅以及它的飞弹狂轰滥炸。他们说这个叫地狱之夜。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为什么美国要把台湾打造成刺猬岛，打造成地狱景象以及负责者计划？它有它的概念跟它的道理。而与此同时，最新的连泰国，他们让我看到这个我都傻眼了。泰国跟柬埔寨之间的冲突，没想到泰军除了发射炮弹之外，也有无人机轰炸。来，各位，你现在看到这是泰国的无人机，它直接呢在空中投弹，然后呢就把下方的柬埔寨的弹药库炸得我们讲稀巴烂，直接炸烂了。原本炸好的哦，炸完之后转波龙波起啊，而且这算是比较中大型的无人机，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整个国际局势对于这个军事的发展，军备局。他也扬言说，好，那我未来就是要采购所谓的5万架无人机。所以当现在呢，台积电起了头之后，我们的国军呢也全速的动了起来。那大家不禁好奇说，哦，那无人机这样采购，未来呢会有什么样的状况跟结果呢？当然很多人点名嘛，比如说凡轩啊、雷虎啊、中光电啊，都有意想要来去我们讲抢购，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能耐，抢购台积电的标案。那最重要的台积电的标案，Arizona 已经开始使用了嘛，所以标案呢已经进入招标阶段。预计说，在今年度的下半年，这些国内的，因为它有所谓的我们讲去中化的保障，中光电、雷虎、凡轩就会来，而且呢，有望可能可以优先出现。什么条件？跟台积电有合作过的厂商，那就是台厂了，不就是吗？对，而且你知道台积电供应链，所以大家会想说，哦，那跟台积电有关的，可能就会优先使用。你看魏哲家怎么讲？他是说，我最近跟一些全球最有钱的人哦，很聪明的人去聊到这件事情。他说，台湾占很大的重要性就是什么？无人机。对，因为其实我们有 AI 上的优势，我们有硬体上的优势，那变成说有一些光学跟镜头上，其实只要跟软体做一搭配。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呢来做发展，在软体跟精密机械的领域，无人机的发展可以帮我们做各种测量与服务，甚至是载人、载运到所有物体。所以我们现在位置下其实已经想到下一个阶段了。那你会说，宇轩，那在国军上面有什么重点？还记得吗？海龙蛙兵，海龙蛙兵是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这种我们讲特战部队。但是呢，过往它所驻扎的地点是在哪里？在于金门以及澎湖这些外岛的岛屿。但事实上，它的核心重镇是在金门。但他现在跟你讲说，糟了，我们要调整到澎湖这个地方去，好，不只是战术做调整啊，我们的利器也要调整啊。兵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所以无人艇，他说我们会先在海龙蛙兵这边做试用跟搭配。而大家还想到无人艇，有没有想到了台船之前是不是包括说它也要发展一些新的无人舰艇，所谓的魔鬼轰，是不是一拍即合？等于说未来他现在第一个，因为是接受美方的训练。所以等于他的战术思考，一定觉得说无人艇现在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不可能再用传统的这种东西。而且呢，美方人员说地理位置相对居中的澎湖进行协训，会比处于第一线的金门更为妥适，才是这一次兵力调整的主要原因。所以赵和是谁在背后主导说我们台湾的整个战术形态的调配？当然是美方啊！对啊，美国老大哥啊！他把技术给你了，然后整个战术他也给你了。你就给我操练，你就给我操演。那宇轩，我们买这5万架无人机，它要做什么作用呢？首先，你看到这个标案，对，这个是我们讲实打实的哈，114年7月22到114年7月28，代表真的已经开始针对这54，它总共甲乙丙丁戊5种类型的无人机开始大规模的进行采购，而且规模超越去年。再来，因为现在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吗？
无人机5万台进来，对不对？但你要有人会操作啊。没有人可以操作吗？对啊，你看啊，原先规划的只能占实际上需求的30%。换言之，我们原本规划的人力训练班哦，训练出来之后呢，因为瞬间暴增太多了，5万台那个已经是地狱景象了，大概只有1万多台呢，有人可以去驾驶。OK， 所以呢还要再加开飞行班次。但是呢，真正 mega 其实在这边，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哦，甲乙丙丁戊，总共有5式，但其中你就会觉得，奇怪，宇轩，怎么光是甲式就高达26500架？对，等于说占了里面我们将近快要60%到70%之多。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甲式是什么？导控距离6公里，这代表意思它是最轻型的、最小型的，所以估价大概10万，采购金额35亿。你看它数量最多，但它的金额最少，代表这是什么？短小精干。也就是我们需要这种轻薄式的类似游荡弹药式，而非那种巨型的无人机。所以你看到总数48750架里面呢，2年采购了34000架的甲式。那它这种甲式呢，基本上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可以收敌哦，可以巡敌，但是主要呢还是要拿来做弹药上的攻击跟打击。所以变成是我们的战略思维也要舍弃掉过去这种又大又笨巨型的这种我们讲有核心概念。你想想看，一架呢只要我们讲估值10万块的无人机，但它可能可以摧毁什么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种高额计价的这种巨型单位。而对于台湾来讲，这才是以小博大的利器。对的，我们刚刚特别提到5万台，明年可能就会到了之后呢，训练的人才非常重要，要赶快补上来。但我们刚刚看到一件事情，从金门到澎湖，甚至未来在澎湖有所谓的无人艇的这个相关的训练，在相关的训练里面，这是一个战术的改变吗？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即将在未来的2年之内拿到大概快要接近5万架的无人机。这5万架的无人机里面呢，分成3个不同的层次，就是那么短距离的、中距离的跟长距离的。长距离的大型无人机最少几百架而已。为什么？因为它最主要是飞过去，然后掌握战场之外呢，监控，还必要的时候把对方的雷达站给打掉。这个是因为它的价格贵嘛，然后呢，所以它的价值最少。中距离是干嘛用的？攻击自杀无人机就是专门锁定，那么这些船舰要运兵过来台湾，越过台湾海峡，所以在这里设定大概是70公里左右，刚好越过海峡中线，棒的给你打下去，我就炸你了。专炸哪里？因为呢，这个无人机可以锁定你船有雷达嘛，对不对？我就专炸你，锁定你雷达，把你给炸掉。你把它想象成是一颗比较小型的飞弹，那个意思就对了。但是我们治重兵在什么地方？在短距离的无人机。为什么呢？你上来，我跟你讲，你不能只想到说啊，他们在台湾海峡就被我们炸光了，所以他们的2栖部队都不会登陆，不能这样想。你一定要用打仗，要用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上来了以后呢，你要用微型的无人机配合陆地上的这些，包括装甲啦，包括这个等于说云豹车啦，包括这么多大炮等等啊，还有包括攻击阿帕奇这些直升机，你就把它歼灭在滩头嘛。对。所以呢，包括在滩头，包括在巷道里面，这个就是微型无人机的概念，微型无人机的天下。所以为什么需要有这个2年之内5万架？那么稍后你知道我们的目标，终极目标是多少架？你知道吗？我们2028年希望1年之内可以制造18万架。18万架。对，台湾需要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因为很简单，需要那么多的无人机了以后呢，你才能够一举在他们要登陆的台湾的过程当中，远程的、中程的、近程的全部给它歼灭掉。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备份跟备料。你看，等到等到俄罗斯跟乌克兰。后来乌克兰就面临到无人机后继无力嘛，所以后来欧美大幅度的这个等于说提供无人机给他们，因为俄罗斯1个月所消耗的无人机是超过25万架以上，所以你就是25万架，一个月25万架无人机，也给他吸狼你知道吗？那个最多的时候，它包括小型的，包括各式各样的，那个数字听起来吓死人了，怎么可能啊？我们现在讲的无人机是大中小什么都包在里面，那事实上现在的无人机呢它在小这个距离的这个等于作战里面呢，你把它想象成空中手榴弹那个一个概念啊。我们以前都是2D 作战，所以我们还要丢手榴弹。那么现在直接用无人机下去找了以后，方圆几公里之内看到对方的部队，直接从空中就丢手榴弹下去，这个就是空中手榴弹的一个概念嘛。但问题是，重点来了。对方也不是，中国也不是笨蛋所以中国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干扰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无人舰呢，必须有这个等于说乌克兰受到星链切断的这个等于说那个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新的无人舰，你知道要做到什么样，满足什么样的要求，你知道吗？它必须满足，它能够大概是10公尺左右，可以载大概几百公斤的这个高级炸药，然后呢，它自己本身啊，那么它可以抗任何的这个中共的相关的电子干扰之外，万一 GPS 失效、数位通讯失效，什么都失效的情况之下呢，这一架无人艇，也就是大概会目前倾向配给台湾特战部队，那么200艘左右的这个无人艇啊，这个无人艇它可以运用它自己本身艇里面的设定、电脑里面的资料，它自己自寻目标下去撞，你知道吗？它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挥。所以中科院的快骑无人攻击艇8月份就要在九鹏基地来战测。我们现在啊，包括之前啊，现在苏澳外海，现在马上下个月要在九鹏基地马上要测试啊。事实上呢，我们在澎湖在一些地方啊，有悄悄的进行一些这个等于说那么基础上面的这个训练。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在相关的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无人艇要自己能够避开，能够前面有障碍物，对不对？能够避开。我告诉各位，为什么给海龙挖兵？因为这个无人艇不是你想象中说，我就是跟乌克兰一样，只会载着这个炸药呢，那么去进行自杀攻击。不是的，它必须要拥有多功能的战术目标。什么意思？它还能够扫雷，还能够布雷，你知道吗？它有那么多的功能，所以我们的无人艇并不是只有单一功能，说它就是自杀攻击这样而已，没有。它把它设计成有多方面的这个功能啊，多方面的这个等于说战术上面的运用等等啊。那么这对台湾的在所谓的我们自己海上的这一块有长足的进步。这也是在不对称战争的过程当中，配合包括无人机、无人艇，还有包括沱江舰这些，那么架构把台湾海峡变成一个布满了。我们之前不是说台湾海峡已经像是这个飞弹的地狱吗？我们就像把台湾海峡成了一个人间的海上炼狱，只要你敢越雷池一步。知道，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包括无人机，包括相关的技术，包括所有训练，美军这边帮了非常多忙。尤其你看到这一次的护身军刀的军演里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副司令这个沃尔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了。现在美国及同盟国是在为台海战争早就做好准备了。对，没错。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这个美国还有澳洲等等19个国家，还有3.5万名的士兵呢，在澳洲参加澳洲史上最大的联合军演，叫护身军刀。那护身军刀来说，到底要做什么？因为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国交互的这个运用、交热合作，那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陆军中将沃尔就说得非常清楚，护身军刀的军演旨在提升美国还有盟友应对太平洋地区任何危机的能力，并将此当成嚇阻机制，来防范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好，那我就跟你讲，在太平洋地区来说的话，敌人是谁？当然是中国嘛，对不对？然后要嚇阻你嘛，所以他们等于是希望用强大的武力让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我觉得势必啦，我们未来台湾呢，应该在谈判之后势必得要加强军购。你看这次日本也被从150亿被提升到170亿嘛，美国军购，那看来我们台湾也必须要这样做。另外一部分，我们昨天不是提到吗？美国跟韩国的谈判里面要求什么？驻韩美军未来搞不好要为这个可能发生的区域冲突到印太冲突都要参战。你该付的军费你要付啊。对，没错。那日本也可能有这样的盘算，所以我才说美国现在真的都在防范可能万一台海发生冲突。好，不过我们必须说了，我们这个美国或者说国际人士都那么在意台湾，可是我觉得台湾我们也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不能够有太多漏洞，让外人能够说话的余地呀。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你看，NVIDIA AI chip worth $1 billion 的这个 suggested to China after Trump export control， 什么意思呢？就有人呢偷偷的把这个钱，把这个所谓晶片呢卖到中国市场去。之前不是有禁令吗？现在又被抓出来。没错，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 B200的这个晶片来说的话，就变成是抢手货。那为什么 B200 用的抢手货？因为主要目前为止，包括说像 OpenAI 啦、Google 等等都用 B200，可是问题是。B200明明被禁啊，那你为什么能够进到中国去呢？根据 Financial Times 他们的调查里面来说，他说安徽有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然后被曝是主要的走私卖家之一。然后消息人士透露说，这一家频繁从美国进货，并且大量销货了这个 B200的这个机架，
然后至于说晶片供应商，直指来自美超微公司，该公司的创办人梁建厚是来自台湾。真的假的？对，当然了。所以等于是被指控是美超微给的。对，没错，也就是美超微呢，它可能透过这个出货的方式呢，出货机架到那边去，然后这个里面来说，当然都已经镶好了 B200的这个晶片。好，那当然了，美超微当然有话说，美超微就说，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涉嫌走私的这个状况啊，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当然否认啊。不过问题是，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晶片来到来到中国呢？当然一定有走私的管道，这走私管道到底是谁？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开始防堵，譬如说你这个马来西亚不能够这样做，对，新加坡不能够这样做。对，但是如果假设是来自于台湾，或是甚至跟台湾相关的供应链，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要仔细的查清楚。好，这个是这个Financial Times的这个爆料。好，另外一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目前为止来说，因为中国的这个 AI 晶片相当多，你知道中国最近还兴起一个叫做这个辉达晶片的维修的这个产业。赵总，你知道吗？因为还有辉达晶片维修的产业，因为他们有太多晶片，你就知道，我就说表示什么？他们要修复什么 H100，还有 A100等等中国的这个美国的禁售晶片。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呢，中国还可以买到 A100嘛，还可以买到 H100嘛。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主力的这个晶片大概就是这2款。问题是少恒，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用这2款拼命的抄。因为他们现在拿不到 H100，他们现在只能够拿到 H20，但 H20只有它效能的40%、50%，那怎么办？我一定狂抄这些晶片。那狂抄这些晶片来说的话，造成什么影响？你这些晶片很容易损坏。第一个，因为你这个运作时间太长，对，它本身晶片就会有耗能的这个状况、耗损的状况，再加上说你跟它很多平台要互相帮斗在一起，可能出现我想都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就开始怎样？有一家这个从事这个电脑 GPU 维修已经15年的业者，去年转型投入 AI 晶片的维修，他说报订单呢，1个月曾经高达500颗左右，一个月就500颗。对，没有错，所以他就成立新的公司，然后每一颗的这个费用来说，高达1万人民币到2万人民币哦，约莫新台币4万，所以你看1个月来说的话，他光是维修就可以赚1000万人民币，表示中国的本身的库存一定比大家想象中都要多非常多的一个状况。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